第1章，完美的婚姻幻象。杨子站在落地窗前，手指轻轻摩挲着玻璃，透过窗外的城市繁华，他的目光却飘向远方，仿佛正在寻找某个不知名的出口。这个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角落，都让他感到一丝丝的陌生。他的婚姻也如同这座城市，曾经充满希望和期待，但现在却变得渐渐模糊不清。他深吸了一口气，目光定格在远处的高楼大厦。曾经他也梦想过与李泽明携手走过一生，拥有一个完美的家庭，成为彼此的依靠。但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生活的琐碎和繁忙让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李泽明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事业蒸蒸日上，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杨子曾经以为这样的忙碌只是暂时的，他们会像那些幸福的家庭一样度过一段美满的时光。然而他逐渐意识到，所有的幸福都变得像表面上的镜花水月，真实的婚姻生活早已没有了激情与温暖。杨子，今天拍摄顺利吗？他的电话响起，是李泽明的声音。这个电话是他们之间一天中唯一的一点联系，而每次他接到时，总是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还行，没什么大问题，他语气平淡地答道，仿佛这只是一场日常的问候。然而他知道，言语背后藏着的是两人之间无数次的沉默和回避。李泽明没有多说什么，挂断了电话。杨子低头看了看时间，已经是晚上7点了。他推开卧室的门，走向厨房，准备做晚餐。家里安静的让人有些窒息，2个孩子还在学校，李泽明也还没回来，这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思考今天的拍摄内容，思考自己这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婚姻、事业、家庭，这一切我到底要什么？杨子心里默默问自己。她记得刚嫁给李泽明时，自己充满了对未来的幻想。李泽明虽然并不温柔，但他的稳重和责任感给了他无比的安全感。他那时以为，只要他在身边，一切都会变得美好，哪怕是平凡的日子，也会因为有他而变得不再单调。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渐渐意识到，这份婚姻中缺少了什么，那份曾经让他心动不已的激情，那份能够让他与世界产生深刻联系的情感。他不止一次地告诉自己，婚姻需要的是责任、理解和支持。但他明白，除了这些，婚姻还需要2个人之间的爱与吸引。他与李泽明的关系似乎已经停留在一种表面上的和谐，彼此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偶尔几句问候都显得那么不自然。杨子深知自己不再是那个对李泽明充满依赖的女人了。她开始变得独立，越来越注重自己的事业，逐渐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外面的世界上。虽然她有2个孩子，但她意识到，她依然没有真正拥有自己想要的生活。她的内心深处依然渴望着被理解、被关注，渴望着一份能够打破日常平淡的激情。她叹了口气，拿起手机，浏览着社交媒体的动态。突然，他的手机屏幕亮了起来，是张希发来的消息：今晚有空吗？我有点事想和你谈。看到这条消息时，杨子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速了一些。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和一个比自己年轻、活力四射的男人发生联系。张希是他在电影拍摄期间认识的一个富二代，年轻、帅气、阳光。起初他们的接触只是简单的工作往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希的存在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每一次的短暂相遇，张希都会让他感到一种久违的欣喜，那种与李泽明在一起久了早已消失的激情开始悄然回归。他知道自己并不应该这样想，可是每当与张希见面时，那种被欣赏、被关心的感觉让他不禁沉溺其中。他看着手机上的消息，心中一片复杂。他曾经告诉自己，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去破坏自己的婚姻。但张希的出现，仿佛是一道无法抗拒的光芒，照亮了他已经沉寂许久的内心。今晚我该怎么做？杨子自问。就在这时，李泽明回到了家，他的步伐稳健，带着一身疲惫走进门时，杨子已经做好了晚餐。看着李泽明放下公文包，脱掉西装外套，他突然觉得，这个男人虽然始终努力为家庭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但他早已没有了年轻时那份对他的关注和热情。
你今天怎么样？杨子试图打破沉默，声音有些小心翼翼。忙了一整天，李泽明简单的回答，然后坐下来开始吃饭。他的语气里没有太多感情，仿佛他们之间的交流只剩下这些日常琐事。杨子看着对面李泽明的脸庞，心中充满了苦涩。他知道他已经很久没有真正关注过他了。他突然意识到，婚姻中的距离远远不只是两个人的空间问题，更多的是心灵之间的裂痕。晚餐过后，杨子并没有急着去休息，而是打开了手机，回复了张希的消息。好，我们今晚见面。他知道这可能是他做出的一个决定，一个有可能改变他整个生活的决定。但此刻的他仿佛已经无力去抗拒内心的渴望，甚至觉得自己的生命中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能够再等待了。杨子站在镜子前，仔细端详着自己的模样。他的脸上没有明显的皱纹，依然保持着年轻时的精致轮廓，但眼角的细纹和淡淡的疲惫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多了些许沧桑。他叹了口气，轻轻整理着头发，将那些凌乱的思绪从脑海里驱逐出去。今天他早早地准备好了和张希见面的约会。他知道这一切看起来有些荒谬，甚至让他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但内心深处的渴望却让他无法停下脚步。李泽明早早离开了家，匆忙去处理公司的事务。杨子把2个孩子送上了校车之后，回到家中，心里没有了往日的平静。他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张，心中有一股说不清楚的情感波动，既有期待，也有惶恐。张希的短信仍旧在手机里闪烁，提醒着他今晚的约定。下午，他再次收到张希的消息，我已经订了一个安静的地方，今晚7点见面，等你。杨子握紧了手机，他知道这场会面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还记得第一次和张希见面时的情景，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拍摄结束后，张希主动走到他面前，微笑着问他，杨子，你是不是觉得电影拍得有些枯燥？他记得当时张希的笑容灿烂，眼睛里有着不加掩饰的欣赏与好奇，让他瞬间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温暖。那一刻，他心中并没有想太多，只觉得张希的存在让他的世界有了一些光亮。慢慢的，张希开始更多的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有时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有时则是单纯的聊天。每次和他谈话时，他能感受到一种轻松与愉悦，这种感觉在他的婚姻中早已消失。他和李泽明的对话多数是关于工作或孩子的琐事，少有深入的交流与情感的流动。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找寻什么，是寻找一世已久的爱情，还是仅仅希望有人能在他疲惫的生活中给他一些慰藉。然而今晚的一切将会揭开他内心的一个深深的秘密。杨子站起身，决定换上他最喜欢的一套衣服，化个妆，准备迎接这个令他又期待又忐忑的会面。他站在镜子前，最后看了自己一眼，那个眼中闪烁着情感迷茫的女人，似乎已经不再是那个当年充满理想与希望的她。晚上7点，杨子如约来到了张希所说的那家安静的咖啡厅。他进门时，看到张希已经坐在窗边，安静地等待着。张希看到他进来，立刻起身，脸上带着温暖的笑容。你来了，真好。他的笑容总是那么自然、真诚，仿佛没有任何防备，这让杨子的心情稍微放松了一些。他走到张希面前，坐了下来，抿了一口桌上的水，心中却依然有些不安。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张希轻声问道。杨子微微笑了笑，还好，就像平常一样。他心里清楚，自己并不是真的想说这些。他感到自己有很多话想要说，却又找不到合适的方式。张希看着他，眼神中透露出一种浓烈的关心和理解。杨子，我知道你最近很累，生活和婚姻的压力可能让你有些迷茫，但我想告诉你，不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在你身边。这些话如同温暖的阳光洒在他的心里，让他感到久违的安慰。他下意识地低下了头，眼角有一丝湿润。这一刻，他突然觉得自己并不孤单，至少还有张希的存在，仿佛在黑暗中为他点燃了一盏小小的明灯。我知道你对我来说很特别，杨子声音微弱地说道。他的内心充满了纠结，理智告诉他，他不应该继续这段关系，但他的心却控制不住地向张希靠近。
张希伸手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掌温暖而坚定，让杨子瞬间感到一种依赖。他的心跳开始加速，整个世界似乎在这一刻都安静了下来。他闭上眼睛，感受着这份久违的情感，仿佛自己在一瞬间重新找到了自己曾经失去的东西。杨子，我知道你不容易，张希低声说道，你不需要压抑自己的情感。如果你愿意，我希望能陪你走出这段迷茫的时光。杨子张开眼睛，看着张希的眼神中充满了不舍与不安。他知道自己在这段婚姻中已经迷失太久，但他也深知婚姻的裂痕并不是一时的冲动所能修补的。他也知道张希并不只是他的慰藉，或许他是他一直渴望的一种重生。然而就在这时，手机响了起来，打破了这片刻的静谧。杨子拿起手机，看到了李泽明发来的消息，家里有些事，今晚早点回去。这条消息让他的心瞬间冷却下来。他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字，仿佛看到了自己所忽略的婚姻与责任。张希察觉到了他的情绪变化，他低下头，似乎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怎么了？张希问道。杨子沉默了片刻，最终轻轻叹了一口气，我得回家了。他放下手机，看着张希的眼神中带着一丝歉意。对不起，今天我不能陪你了。张希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他知道杨子的内心一定有很多的复杂情感，无法轻易决定，而这段关系或许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复杂。杨子回到家中时，李泽明已经在客厅里等着他。两个孩子还在学校，他的表情依旧没有什么波动。家里的空气就像他们的婚姻一样沉闷而压抑。杨子刚进门时，他抬头看了他一眼，随即低下头继续翻阅手中的文件。你回来的这么晚，拍摄结束了吗？李泽明语气平淡，似乎没有什么关心的意思。他的目光紧盯着手中的文件，完全没有意识到妻子心中正在翻涌的波澜。杨子微微皱了皱眉，轻声回答，结束了，没什么问题。他不敢直视李泽明的眼睛，因为他知道这个男人并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变得不再那么渴望他的关注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这个家里已经逐渐变得不重要，变得像一个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影子。曾几何时，她也曾是他最深爱的女人，那个紧紧依赖他的女人。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事业和家庭的压力渐渐积累，她发现李泽明早已不再是她曾经深爱的那个男人。李泽明也没有什么回应，依旧低头看着文件。杨子微微叹气，走向厨房准备晚餐。他知道今晚也许是个平常的晚上，但他心里清楚，他与李泽明之间的裂痕已经无法轻易修补。当晚，杨子在厨房忙碌时，李泽明突然站了起来，走到厨房门口，语气依旧没有太多波动。今天有个重要的商务宴会，我得去一趟。你今天早点休息，不用等我。杨子顿时愣住了，心中涌上了一股莫名的情绪。他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在家里如此被忽视过。他看着李泽明匆忙穿上西装的背影，心头一阵失落。他似乎早已经不在乎他是否会等他，是否需要他的陪伴，只是那个习惯性的动作，像是一台被启动的机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每一天的生活，而他在其中仿佛只是个附属品。好，杨子低声回答，声音有些哽咽。李泽明并未再多说，转身出门，留下他孤单地站在厨房。杨子的目光渐渐失去焦距，他的手微微颤抖着，指尖轻轻擦过桌上的菜刀。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婚姻已经悄然变得陌生。他曾经希望自己可以依赖李泽明，可现在他发现他早已在自己的世界里建立了一座高墙，牢牢地把他隔绝在外。他开始回想自己和李泽明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渐行渐远的，或许是从孩子出生后，或许是从他为了事业而忙碌不止的时候，自己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他依稀记得他们曾经在一起时谈过的梦想和未来，而如今所有这些都变得如此遥远，仿佛是他从未拥有过的幻影。张希的话此时再一次回响在他耳边，如果你愿意，我希望能陪你走出这段迷茫的时光。他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他知道自己已然在这段婚姻中感到迷失，她不再是那个和李泽明一同展望未来的女人，她需要找回那份曾经令她心动的激情和渴望，而张希恰恰提供了她想要的那份温暖和关怀。
第二天，杨子依旧如往常一样去工作，尽管心里有些浮躁，但他知道生活还得继续。拍摄现场的气氛比他预想的要轻松，大家都在忙着准备新的镜头，互相打趣，气氛显得温馨而愉快。然而，杨子的心思却完全不在拍摄上，他的脑海中充满了对张希的回忆。他总是忍不住想起那个男孩那双真诚而明亮的眼睛，想起他给他带来的那份久违的悸动。他曾经以为自己可以在婚姻中找到幸福，但现在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曾经体验过真正的爱情。他无法再像以前那样无所畏惧地和李泽明一起面对生活的压力，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而张希却仿佛是他的一根救命稻草。下午，杨子再次收到张希的短信，今天晚上有没有空？我想和你聊聊。杨子犹豫了片刻，最终回复道，好，7点见。他知道这次见面意味着什么。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再继续回避内心的情感了，他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把自己隐藏在婚姻的框架里。尽管这段关系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和风险，但他却依然无法抗拒那份对张希的吸引。这一次，他没有再与自己纠结，也没有再犹豫，他选择了赴约，选择了走向未知的未来。今晚，杨子再次来到了与张希约定的地方。咖啡厅的灯光温暖而柔和，气氛宁静，仿佛一切都在等待他的到来。他走进门时，看到张希已经在那等着。这个年轻男人的笑容依然那么明亮，依旧带着他独有的自信和温暖。你来了。张希站起身，轻声说道。杨子点点头，走到他面前坐下，心中却早已波涛汹涌。他知道自己和张希之间的距离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同事关系，他也清楚这段关系如果继续下去，必定会带来一场无可避免的风暴。张希没有急着开口，他静静地看着杨子，眼神中充满了柔情。杨子，和我在一起，你不会再觉得孤单了。他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渴望。杨子心跳加速，然而他的脑海中却突然闪过李泽明离去时那种冷漠的背影。他深知自己正在经历一场内心的博弈，而这场博弈可能会让他失去所有。这是第3章，杨子在面对婚姻的裂痕和张希的吸引之间，做出了更加坚定的选择。他的情感开始越来越混乱，张希给了他一种久违的慰藉，但他也深知这段关系无法轻松维持下去。接下来他会如何处理自己内心的矛盾，以及他的家庭是否会因此崩塌，值得关注。杨子坐在张希对面，手指轻轻摩挲着杯子边缘，眼神不自觉地飘向窗外。外面的夜色已经渐渐浓厚，街道上车水马龙，霓虹灯的闪烁仿佛也在提醒他，这个世界依然在继续转动，而他已经陷入了一个无法回头的漩涡。张希的目光一直停留在他的脸上，仿佛能看透他内心的纠结与不安。他轻轻叹了口气，开口道，杨子，你不用再掩饰什么了，我知道你很难做决定，也知道你心里很复杂，但我不想再让你拖延下去。杨子的心猛地一跳，张希的声音低沉而坚定，带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他感到一股莫名的紧张和压力，仿佛被这股情感的洪流推着，无法挣脱。张希，别说了。杨子低下头，心中充满了挣扎。他知道自己再这样下去，迟早会被这段关系所吞噬。他和张希之间的感情不再是单纯的依赖，而是有了更多的情感交织和复杂的责任。他的婚姻，孩子们的未来，李泽明的冷漠，这一切都在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张希没有逼迫他，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眼神中有一种深深的理解。过了片刻，他才轻声说道，杨子，你知道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你一直是个独立坚强的女人，但有时候独自承受一切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我会一直在这里等待你做出决定。杨子的心一阵剧烈的颤动。张希的话像是一根无形的绳索，牵动了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他不由得闭上眼睛，想起了李泽明的冷漠，想起了这个曾经深爱他的男人和他们之间渐行渐远的距离。他无法再忽视这种不安，也不能再逃避内心的渴望。我知道。杨子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可是我不能这么做。
我不能为了自己的私欲毁掉一切。张希的眼神微微暗淡，但很快恢复了平静。我明白，你有你的责任和顾虑，我尊重你。他说着，轻轻地拿起桌上的杯子，抿了一口咖啡，似乎在等待杨子做出自己的选择。然而，杨子的心中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答案。他知道自己和李泽明的婚姻已经到了尽头，但他也深知张希的出现只是他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他并不是要逃避李泽明，而是他想逃避自己内心的空虚与不安。他决定暂时回避这一切，回到自己的生活中。他站起身，微微一笑，谢谢你，张希，今天我需要时间冷静一下。张希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离开。杨子转身走出咖啡厅，空气清冷，街头的风轻轻拂过他的面庞，他却依然感到一阵阵的心寒。他的脑海中回响着张希的声音，也回响着李泽明的冷淡。他突然意识到，这段婚姻中的裂痕早已经无法修补。回到家里，杨子依旧是那个习惯了默默承受一切的女人。李泽明已经回到家，正在书房处理工作，而他则默默地进入厨房，开始准备晚餐。他知道一切都如往常一样，但他的内心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李泽明很快从书房出来，换好了便服，坐在餐桌旁。他看了看杨子，眼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仿佛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任何变化。然而杨子却能感觉到，他心里似乎已经不再有他的位置。今天拍摄顺利吗？李泽明冷冷地问了一句，随即低头开始吃饭。还好。杨子的回答简单而平淡，内心却感到一阵刺痛。他明明知道他已经不再关心他的一切，只是为了维持这段没有感情的婚姻，机械般地履行着丈夫的职责。他放下手中的餐具，突然有些恍惚。他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可以为家庭放下所有的女人，她不再是那个可以无所畏惧地依赖李泽明的女人。她已经变得有些陌生，甚至连自己的内心都无法掌控。李泽明的目光忽然从报纸上移开，看向他，最近怎么了？心情不好？杨子听到这个问题，愣了愣，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低下头，忍住了心中的泪水。他知道自己无法继续保持表面的平静。没事，可能有点累。他强笑了一下，声音里却透着一丝空洞。李泽明没有再说什么，继续低头吃饭。杨子静静地看着他，突然发现这段婚姻中的每一天似乎都像是一场没有尽头的等待。他对他的冷漠已经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是否还重要，而他对李泽明的感觉逐渐变得模糊不清。晚上，杨子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他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张希那深情的目光以及李泽明冷漠的背影。他的内心早已迷茫不已，不知所措。他在这段婚姻中到底应该坚持什么？他曾经以为自己可以在家庭和责任之间找到平衡，但现在所有的选择似乎都变得复杂且不可承受。就在这时，手机突然响了。杨子拿起手机，看到了张希发来的消息：我明白你现在的困扰，没关系，给你时间。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会在这里。他看着这些字，心中一阵温暖，然而这种温暖却带着一丝无法名状的痛苦。他想要抓住什么，又害怕失去更多。他不禁问自己，究竟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这是第4章，杨子逐渐意识到自己内心的挣扎，而张希的坚持与李泽明的冷漠加深了他的困惑。他开始反思自己在人生和婚姻中究竟在追求什么，但他的选择依然不明。接下来的情节将会带领他深入思考自己的未来。杨子从张希的那条短信中感受到了一种温暖的力量，却也让他更加迷茫。他到底在找寻什么？是张希带给他的那份久违的关怀，还是他自己深藏在心底的逃避与渴望？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更不敢去面对即将爆发的家庭危机。第二天，杨子依旧如往常一样起床，准备早餐，送孩子们上学。然而一切似乎都变得如此平常，然而他的心中却早已波涛汹涌。李泽明的冷漠，张希的坚持，像两股力量在他心中拉扯。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这段充满裂痕的婚姻，也许他需要做出一个决定，尽管这个决定充满了痛苦。
到了下午，杨子去到了工作室，整个人像是进入了机械化的工作模式。每个镜头，每个台词都如同他的婚姻一样按部就班。他已经不再感到兴奋，也不再有那份曾经为演技而努力的激情。他的内心深处所有的焦虑与困扰都被压抑成一团无法言喻的混乱。就在拍摄空档时，张希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身边。他靠近他，轻声道：“杨子，你还好吗？”杨子看到他，不禁愣了愣，他的心跳突然加速，仿佛所有的情感瞬间涌上心头。张希的关心，他眼中那份温柔，已经深深打动了他。他看着他，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我没事。杨子微微垂下头，掩饰内心的动摇。他的声音有些低沉，仿佛在压抑着什么。张希没有说话，只是伸手轻轻握住了他的手。杨子的心脏猛地一跳，他顿时有些愣住。那一刻，他仿佛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和依赖。心中那股莫名的空虚似乎瞬间被填补。杨子，张希的声音低沉而有力，我知道你内心在挣扎，但我相信我们可以一起面对一切。杨子抬头看着他，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他轻轻抽回自己的手，低声说道：我不能这么做。你知道的，我有家庭，孩子们需要我。张希微微愣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平静。他轻轻点头，我明白，你不想伤害你的一切。我不会逼你，只是希望你知道，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我都会支持你。杨子心中一阵痛苦，他感到自己仿佛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他的婚姻已经无法挽回，而他对张希的依赖和情感却又让他深陷其中。他甚至无法再回到家中面对李泽明，他怕自己会彻底崩溃。下午的拍摄结束后，杨子早早回到家里，门口静悄悄的，李泽明依旧没有在家。他走进客厅，放下手中的包，眼神有些迷茫。他知道自己的情感世界已经彻底变得复杂，自己也无法再回到曾经那个简单的自己。他望着窗外的夜色，心中开始做出一些决定。他知道他再也无法回避这一切，逃避的结果只会让他更加痛苦。晚上，李泽明回家时，杨子正坐在客厅里，手中拿着一封信。他的目光有些呆滞，看着信纸上的字迹，却并没有完全看到他的内容。他深吸一口气，站起身，将那封信递给了李泽明。李泽明，这些年我们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却又坚定无比。李泽明愣了一下，看着他手中的信，眉头微微皱起，什么意思？杨子看着他，眼中充满了痛苦和决然。我知道这些年我们的婚姻已经走过了最初的激情，变得越来越冷淡。你不再关心我，甚至连孩子的事情你也不再关注。我曾经试图忍耐，但现在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再继续这种空洞的生活。李泽明看着他，沉默片刻后，他终于开口：你说的对，我确实忽略了你，也忽略了我们之间的问题。或许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无法弥合的裂痕。杨子的眼中闪过一丝痛苦的神色，但他还是坚定地继续说道：我不想再忍受下去，也不想再做那个无所畏惧的女人。我的心已经被疲惫和无奈填满。我知道这个决定很难，但我必须走出这段迷茫的婚姻，去寻找属于我的未来。李泽明没有再说什么，他沉默了许久，终于低下头，缓缓道：我知道了，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或许我们都需要时间去冷静。杨子看着他，心中并没有一丝愉悦或解脱，只有深深的空虚。他知道自己做出的决定已经无法回头。第二天，杨子收拾好了一切，准备离开家，去一个新的地方。他知道这样的决定将改变他的一生，改变他与李泽明的关系，也许还会影响到孩子们的生活，但他已经无法再继续生活在这种虚假的平静中。他给张希打了电话：我准备好了，明天我们见面，我有些话想和你说。张希的声音充满了关切：你终于做出了决定，是吗？杨子点点头，眼中带着一丝坚定：是的，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他挂掉电话，心里涌上一阵复杂的情感。无论未来会如何，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回头，他已经站在一个新的起点，准备面对未知的未来。
这是第5章，杨子终于做出了决定离开这个空洞的婚姻，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未来。他与李泽明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而张希的支持让他找到了内心的力量。接下来的情节，杨子将面临更加复杂的选择和挑战。杨子在那个周末终于收拾了所有的东西，整理了一些衣物和私人物品，准备搬离这个曾经充满回忆的家。他清楚自己并不是轻易地做出这样的决定，尤其是在有2个孩子需要抚养的情况下。但他知道自己的内心早已无处可归，他不再想继续忍受那种空虚与冷漠的婚姻生活。那天，李泽明并没有回家，只有保姆在家里照顾孩子们。杨子轻轻地拿起一只行李箱，悄悄地将一件件衣物收了进去，心中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与痛苦交织的感觉。他深知自己的选择意味着什么，他在为自己争取自由，但也在为这一切带来了无法避免的后果。他走进孩子们的房间，轻轻地看着他们安静的睡颜。他低下头，心中充满了内疚。他知道这一切最终会影响到他们，影响到他们的成长和心灵。但他也清楚自己不再有勇气去忍受这段裂痕累累的婚姻。如果他不做出改变，自己恐怕会在这段沉默的关系中彻底迷失。对不起，孩子们，他低声呢喃，泪水悄然滑落。正当他准备离开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杨子看了一眼手机，是张希的来电。他深吸一口气，接起电话。喂，张希。电话那头，张希的声音温柔且关切。杨子，今天你还好吗？有空出来见面吗？杨子心中一动，迟疑了片刻。我已经准备好了，今天可以见面，你能过来接我吗？张希没有多问，只是答应道：我现在过来。10分钟挂了电话，杨子收拾好行李，轻轻地走出房间，站在门口，看着这个曾经熟悉的家，心中有些许的不舍。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回头，这个家和他曾经的生活都将成为过去。约定的地点是一个温馨的小咖啡厅，杨子早早地坐在窗边，望着窗外的街景。咖啡厅里充满了柔和的灯光，空气中弥漫着咖啡和糕点的香气。杨子心中感到一丝安慰，但又有些无法摆脱的焦虑。不久，张希准时到达，他一眼就看到了杨子，走到他面前，微笑着坐下。那笑容依旧让杨子感到温暖，但这次他的心情却格外沉重。杨子，你准备好了吗？张希问道，目光充满了期待与关切。杨子点点头，深吸了一口气，开始诉说：我已经和李泽明说了，我决定离开他，去重新开始我的生活。尽管这很难，尤其是孩子们，我知道这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影响。张希听后轻轻叹了口气，我知道这个决定一定不容易，但杨子，我希望你能知道，你已经做了很大的牺牲，而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站在你这边。杨子的眼中闪烁着复杂的情感，心中有一股隐隐的痛苦，但又带着一丝释然。我知道我可能会失去很多，特别是孩子们的陪伴和他们的幸福，但我不能再在那段没有爱的关系里继续下去了。我曾经以为自己可以为了家庭而牺牲自己，可是我发现自己丢失了太多。张希伸手轻轻握住他的手，眼神坚定。你没有丢失自己，你只是找回了自己，你值得拥有真正的幸福。杨子低下头，手心微微发热。他明白张希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真诚的。他给了他勇气，让他从那段枯竭的婚姻中抽离出来，让他再次相信自己可以重新拥有幸福。我知道，张希，我真的很感激你。杨子声音有些哽咽，他努力平复内心的情感，但我仍然会很难过，很迷茫。特别是孩子们，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们。你会做得很好。张希看着他，目光坚定。你会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路。杨子望着张希，心中复杂的情感交织着，突然有种无法言喻的安全感。他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那个曾经迷茫无助的女人了。他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他开始为自己而活，开始做出改变。当天晚上，杨子回到家，李泽明仍旧在书房里。他轻轻走进卧室，准备收拾行李。李泽明的冷漠让他感到一丝寒冷，但他没有再感到恐惧。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正当他准备收拾最后一件衣物时，李泽明突然出现在门口。他的目光冷冷地扫过他的行李，
语气平淡，你真的决定了？杨子停下手中的动作，转过身，眼中有一丝疲惫和决然。是的，我决定了。我们的婚姻已经没有未来，我不想再浪费时间。李泽明沉默了许久，似乎在努力消化这些话。最后他低声道，你说的对，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可挽回的了。他说完这句话后，缓缓转身离开了房间。杨子站在原地，眼中不禁有些湿润。他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曾经那个深爱的男人，失去了曾经认为可以维持一生的婚姻，而这一切都是他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做出的选择。尽管这选择充满了痛苦，但他明白自己必须向前走。第二天，杨子开始了新的生活。他暂时将自己安置在了一个朋友的公寓里，离开了那个充满回忆的家。他告诉孩子们，自己暂时需要一个空间去调整和冷静。他知道这样的决定会给孩子们带来痛苦，但他也明白自己不能继续生活在没有爱的世界里。张希依旧是他的支持者，在他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每当他感到迷茫和孤独时，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在他的身边，给予他安慰与力量。然而，尽管杨子做出了改变，他依然无法忽视内心的挣扎。他为自己选择了自由，却也在为孩子们的未来感到不安。他不知道这样的改变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是否会让他最终得到自己渴望的幸福。所有的一切依然充满了未知。这是第6章，杨子做出了离开李泽明，寻找自己未来的决定。他开始逐步面对现实，接受改变带来的挑战，但他的内心依然充满了不安和迷茫。接下来，杨子将面临更大的考验，尤其是如何平衡自己的情感和孩子们的未来。杨子搬到了朋友的公寓，开始了他的新生活。这个地方并不大，但对他来说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每天清晨，他都会去附近的公园散步。渐渐的，他开始感受到一种久违的自由与轻松。没有了李泽明的冷漠，也没有了那段死气沉沉的婚姻，杨子终于能够喘息。然而，尽管他的生活表面上变得简单，心中却依然翻滚着一团乱麻。他开始频繁地思考关于家庭、关于孩子、关于未来的种种问题。每次看到孩子们调皮的笑脸，杨子的心就会猛地揪紧。他深知自己的决定会改变他们的生活轨迹，而他作为母亲的责任感也让他内心充满愧疚。一开始，他并没有告诉孩子们他和李泽明已经决定分开。他不忍心让他们承受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每当他们问起为什么妈妈要住在朋友家，杨子都会笑着说，妈妈需要一些时间来思考，过一段时间妈妈就回家了。但他知道这样的谎言无法持续太久。孩子们的眼睛里早已经充满了疑问与不安，尤其是他的大儿子小雨已经开始表现出对他异样行为的关注。一天放学回家，小雨看着他沉默了片刻，忽然问道，妈妈，爸爸怎么不和你一起住呢？你们不是一直说要永远在一起吗？这个问题让杨子顿时语塞，他低下头，心中满是痛苦与无奈。他知道迟早有一天孩子们会明白这一切，但他也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回头。他和李泽明之间的裂痕已经无法修补。妈妈和爸爸，有些事情需要时间去解决。杨子勉强挤出一抹笑容，但妈妈永远爱你们。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可以一起度过。小雨似乎并不完全理解，但他点了点头，然后不再追问。杨子看着他稚嫩的眼神，心中涌上一股深深的疼痛。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选择不仅仅影响了他自己，也深深牵动了孩子们的心。与此同时，李泽明的冷漠和疏远并没有随着杨子的离开而减轻，反而变得更加明显。虽然他依然每周按时接送孩子，安排家庭的财务和琐事，但杨子能感受到他的心已经不再在这个家里。几次他主动打电话给他，想要讨论一些关于孩子教育的问题，他总是冷冷的回应，你自己处理吧。那天，杨子决定亲自去一趟李泽明的公司，找他谈一谈关于孩子们的未来，关于他们的教育问题。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单独承担一切，尤其是在孩子们的成长中。李泽明依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李泽明见到他时，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讶。
他淡淡的看了他一眼，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吧，有什么事直接说。杨子深吸一口气，坐下后直视着他的眼睛。李泽明，关于孩子们的事，我们不能继续像这样不联系。我知道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可挽回的东西，但孩子们需要我们共同关注和支持。李泽明依旧是那副冷淡的模样，声音平静地说道，我明白，孩子们我会照顾，你也不必担心。我们各自分开，孩子们还是我的孩子，我不会改变。这话让杨子的心微微一沉。他知道李泽明并不是真的关心他和孩子们，而是因为这些责任始终束缚着他。虽然他表面上答应了共同照顾孩子，但他的态度依然没有一丝变化。李泽明，我明白。杨子的声音有些哽咽，但我不能再忍受这样的关系，我不想在一个没有感情的家庭里继续待下去。李泽明听后没有再说话，只是低下头，像是陷入了某种沉思。片刻后，他站起身，简短地说了句，如果你决定了，那就去做吧，我不会阻止你。杨子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起身离开。他知道李泽明的决定早已经做出，而他的离开也意味着这段婚姻的彻底结束。回到公寓后，杨子的内心依然无法平静，尽管他和李泽明的谈话没有带来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但他也明白自己在这段婚姻中已经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他的心情依然沉重，心底那份无力感和责任感交织在一起，时刻提醒着他，他所做出的每个决定都不是孤立的，背后有太多牵挂和痛苦。就在他思考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是张希的来电。杨子，你怎么了？看起来有些不开心。电话那头，张希的声音依然温柔而关切。杨子长叹一口气，声音低沉，我刚和李泽明谈了关于孩子的事。他依旧冷漠，似乎什么都不关心。我们的关系已经无法回到从前，他对我的一切都不再有兴趣了。我知道这一切都很难，张希轻声说道，但你要知道，你已经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现在你所要做的，就是为自己和孩子们争取最好的未来。李泽明的冷漠不能决定你的生活。杨子沉默了片刻，才开口，谢谢你，张希。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很累，但又不敢停下来。每次想到孩子们，我就害怕自己做错了什么。你没有错，张希的声音坚定。你给了他们最好的东西，那就是做出正确的选择，活出真实的自己。杨子的眼中突然涌上了一股暖意，尽管他的内心依旧充满了不安和迷茫，但张希的每一句话似乎都在为他点亮前行的道路。他终于明白自己并不孤单，在这段曲折的路上，始终有人在他身后支持着他。这是第7章，杨子在与李泽明的对话中进一步感受到这段婚姻的彻底破裂，同时他也逐渐明白自己不能再依赖过去的生活，必须独立面对未来。张希的支持为他提供了温暖与力量，但他仍然需要面对孩子们的未来，以及如何在这场情感重建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接下来的情节，杨子将如何处理与孩子们的关系，如何平衡自己的情感与责任，依然充满挑战。日子一天天过去，杨子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节奏。他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未来，并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虽然这份工作相较于之前的职业有些低调，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能再依赖曾经的家庭和婚姻，必须靠自己站稳脚跟。他每周都和孩子们通话，尽量保持与他们的联系，虽然这让他的心情复杂，但至少他知道自己并没有彻底离开他们的世界。每当他看到他们通过视频电话露出笑容，杨子心中都充满了痛苦与柔软。他渴望能够和他们一起生活，渴望将他们从这个破碎的家庭中解救出来，但他知道自己无法马上带走他们。李泽明的态度依然冷漠，而他也没有足够的力量与他抗衡。与此同时，张希依旧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每当他感到不安时，张希总是第一时间安慰他，鼓励他继续前行。渐渐的，杨子对张希的依赖愈发加深，尽管他知道自己不能让这份情感继续发展下去。他无法因为一段失落的婚姻而轻易依赖一个男人，尤其是在他心里还存有太多复杂的情感。某个周五的傍晚，杨子站在公寓的阳台上，望着城市的繁华灯火，心中有种说不出的失落。
他自己做了这么多努力，却依然无法放下过去，也无法看到未来的清晰方向。就在这时，张希给他发来了一条信息：今晚有时间吗？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杨子愣了愣，随即回信：好的，去哪儿？张希很快回复：你会喜欢的，我带你去个安静的地方，走一趟，放松一下。他犹豫了一下，最终决定接受这个邀请。毕竟在这段时间里，张希已经成了他心灵的寄托，尽管他知道自己还无法完全依赖他，但至少今晚他可以暂时放下自己的负担，享受片刻的宁静。晚上7点，张希准时来到公寓楼下，开车带着杨子走出了这个熟悉的城市。他们来到了一片安静的湖区，湖水在月光下闪烁着粼粼波光，四周的环境宁静而优美，仿佛进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这个地方你喜欢吗？张希问道，声音温柔而低沉。杨子微微点头，眼中闪烁着一丝感慨。是的，这里很安静，和城市的喧嚣完全不同。张希停下车，带着杨子走到湖边，两人并肩而立，望着远处宁静的湖面，心中不再有任何的纷扰。杨子深吸了一口气，觉得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杨子，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你太坚强了。张希突然开口，声音中带着一丝柔情。你一个人面对这么多的压力，依然保持着理智和清晰，你值得拥有更好的。杨子低下头，轻轻笑了笑，我并不觉得自己多坚强，反而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很无助。我每天都在思考未来，思考怎么才能给孩子们一个完整的家庭，怎么才能让他们不再受伤。张希看着他，眼中有着深深的疼惜。你已经尽力了，不管未来如何，你都做到了最好的选择。我知道你有太多牺牲和痛苦，但你也要学会接受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追求真正属于你的幸福。杨子的眼眶微微湿润，他深吸一口气，转过头看着张希，我知道，可是我始终无法忘记孩子们，他们才是我真正的牵挂。张希沉默了一会儿，突然伸手轻轻握住他的手。杨子，不管未来怎样，我都会陪着你一起走，你不必一个人承担所有的痛苦。这句话如同一股暖流流入杨子的心底，让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心不再那么沉重。张希的话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慰和支持。他曾经以为自己无法依赖任何人，但此刻他终于明白自己并不孤单。回到公寓后，杨子坐在沙发上，回想着今晚的谈话，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他知道自己已经做出了无可回头的决定，离开李泽明是他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未来就会因此变得轻松。他依然有许多问题需要面对，尤其是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他知道这一切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然而他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未来并不需要一直停留在过去。无论他是否准备好，他都必须迎接新的生活，迎接那些等待他去实现的梦想和目标。他无法再纠结于过去的失落与痛苦，他只能选择勇敢地迈出下一步。而张希的陪伴与支持，或许就是他继续前行的力量源泉。虽然他清楚这段关系或许无法像他希望的那样发展成爱情，但他也明白张希给了他一个重新找回自己的机会。这是第8章，杨子在面对自己和孩子们的未来时，逐渐开始接受自己已经做出的决定，并学会了如何从张希的支持中汲取力量，逐步走出困境。他的内心仍然在挣扎与复杂的情感中前行，但他已经开始慢慢地重建属于自己的生活。接下来，他将如何面对自己未来的挑战，如何与李泽明和孩子们保持联系，以及如何继续走下去，依然是他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几周后，杨子逐渐找到了生活中的一些平衡。虽然他依旧在处理着与李泽明之间的种种纠葛，然而他渐渐意识到，单纯的忍让和顺从已经无法解决问题。他必须彻底割舍过去，才能更好地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清晰、更稳固的未来。张希依然是他身边最坚定的朋友和支持者。尽管他已经明白自己不能再轻易让感情左右理智，但他也开始意识到张希的存在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每当他感到疲惫，张希总会在最关键的时候出现，带给他安慰和鼓励。杨子知道，这样的陪伴不仅仅是友情，它已经渐渐变得模糊而复杂。与此同时，李泽明的态度依然冷漠且疏远。
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情感上的波动，仿佛这一切都只是对他日常生活的一种干扰。杨子时常想，李泽明是否已经习惯了这种冷淡的生活，甚至对他的离开早已没有太多感受。或许他早就放下了这一切，而他仍在为这段破碎的婚姻挣扎不已。某个周日下午，杨子决定主动联系李泽明，要求与他见面，商讨孩子们的抚养问题。他已经知道，单靠自己已经无法为孩子们提供所有的答案。李泽明仍然是孩子们的父亲，而他们的关系迟早得有个清晰的交代。他拨通了李泽明的电话，听到那头机械而冷漠的声音时，心中涌起一阵寒意。喂，杨子，有什么事吗？我想和你见一面，关于孩子们的事，我们得再谈谈。杨子努力保持冷静，尽管他的内心依然在颤抖。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李泽明的声音终于传来：好，明天见。第二天，杨子按约定来到了李泽明的办公室。他看着熟悉的环境，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这些地方曾经是他和李泽明共同建立的生活的一部分，如今他却已毫无归属感。李泽明坐在桌子后面，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说吧，孩子们的事，你有什么想法？杨子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开口，我们都知道，孩子们不可能永远生活在这种氛围下，不能一直处于这样冷漠的环境中。我希望我们能找到一种方法，让他们至少在我们分开之后，能够有一个相对正常的成长环境。李泽明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随后放下手中的文件。你觉得我们之间的婚姻关系已经破裂，你还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们还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杨子咬了咬唇，尽量不让眼中的情感暴露出来。我知道你对这段婚姻早已没有感情，但孩子们是无辜的，你必须正视这一点。我们不能只是为了不打扰彼此的生活就放弃他们，我们该为他们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应该由我们两个共同决定，而不是单纯的依赖我。李泽明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站起身来，走到窗边。杨子，我并不反感孩子们的存在，我只是已经没有精力去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了。他背对着杨子继续说道，我承认我们的婚姻早已没有了感情，但你也别以为我能在短时间内改变。你需要做出你的选择，不管孩子们的事还是你的未来。杨子听后心如刀割，李泽明的冷漠刺痛了他的内心，也让他彻底明白他们之间已经无路可走。他一直以为婚姻中的冷漠可以通过沟通和努力修复，但李泽明的态度让他意识到这段关系已经无法挽回。我明白，杨子低声说道，但我不会放弃孩子们，我会一直在他们身边。李泽明没有再说话，他转过身看着杨子，脸上的表情依旧冷淡。你说的对，孩子们是无辜的，但你不能要求我像过去那样去承担任何责任。你有你的生活，我也有我的选择。杨子转身准备离开，他的心在剧烈的跳动，每一步都像是踏在刀尖上。他知道这一切终究无法避免，而李泽明的态度也让他彻底决定要将这一段曾经的婚姻彻底放下。杨子回到公寓后，心情依旧沉重。他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世界，觉得一切都显得那么遥远。曾经他和李泽明也有过共同的梦想和憧憬，但现在这一切都已破碎。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再回到过去，必须学会放下，学会重新开始。就在他陷入沉思时，张希又一次打来了电话。他接起电话，张希的声音依旧温柔，杨子，怎么样，谈得顺利吗？杨子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不顺利。李泽明仍然冷漠无情，他拒绝了我的提议。我知道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可能。张希沉默了片刻，声音变得更加坚定。你做得对，杨子，你终于明白自己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你不必再为那个男人浪费时间和精力了，你要为自己，为孩子们去争取一个新的人生。杨子感受到张希语气中的温暖和支持，突然觉得自己的心不再那么沉重。他知道自己虽然失去了过去的一切，但他依然拥有未来的选择，而这未来他不再独自前行。故事总结，杨子的选择是一部讲述一个女性在婚姻破裂与情感痛苦中寻求自我救赎和未来希望的故事。通过杨子从婚姻的崩塌到重新找回自我力量的心路历程，
展示了现代女性在困境中的坚韧与勇气，也反映了对家庭、责任、爱情和自我价值的深刻思考。这是一个关于爱情、背叛、离婚与重生的故事，揭示了亲密关系中的责任、权力斗争、情感需求与个人成长的复杂性。故事的主人公杨子原本是一个家庭主妇，承担着照顾家人和维系家庭稳定的责任。她和丈夫李泽明的婚姻曾是外人眼中的幸福典范，2个孩子的诞生让他们的家庭看似完美。然而，杨子并未察觉到丈夫背地里和多个女人有着复杂的关系，而这一切在她察觉到真相后彻底崩塌。婚姻的破裂并没有立即改变她的生活轨迹，相反，杨子在巨大的打击中迷失了自我，沉浸在不安和痛苦的情绪中。面对丈夫的出轨，她无处宣泄情感，既为自己失去的爱情痛心，也为孩子们未来的生活感到焦虑。李泽明不仅无法给予她足够的支持和理解，反而对她的质疑和愤怒反应冷漠。然而，杨子并没有放任自己陷入痛苦的漩涡。通过张希的支持，杨子逐渐意识到自己不能再依赖一个已经无情的男人，她必须为自己的未来、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生活。张希是杨子生活中的朋友，也是她情感上的支持者。在杨子失落时，张希给予她安慰和帮助，让她感受到情感上的温暖。尽管杨子深知自己和张希之间的关系不能轻易地转化为爱情，但在她最困难的时刻，张希的存在成为了她恢复信心的重要力量。尽管李泽明早已对这段婚姻失去感情，他却依然冷漠地拒绝承担起父亲的责任。杨子多次尝试与他沟通，希望能共同为孩子们的未来制定一个计划。然而李泽明始终维持着漠然和冷淡的态度，这种对待孩子和家庭的无情，让杨子深刻意识到这段婚姻已经无法修复。他决定不再对李泽明抱有任何幻想，放下过去，开始为自己的生活和孩子们的未来做出新的选择。杨子开始逐步规划自己的未来，并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尽管这份工作并不显赫，但他为他提供了独立的经济支持，让他不再完全依赖李泽明的资源。在工作中，他接触到了更多不同的人和事物，逐渐打开了自己的视野，重拾了自信。他学会了处理职场中的压力，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他不再像过去那样急于寻求他人的理解与支持，而是更加坚信自己有能力应对生活的困难。然而，面对孩子们的抚养问题，杨子始终无法避免对李泽明的依赖。他和李泽明之间的沟通依然充满了冲突和对立，但杨子不再将其作为唯一的解决之道。他开始独立思考，渐渐有了自己的决断和方向。每当他和孩子们通话时，看到他们天真无邪的笑脸，他内心的痛苦便会稍稍减轻。他明白自己必须变得更坚强，只有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健康稳定的环境，他才能成为他们心中的榜样。张希的陪伴让杨子感到不再孤单。张希虽然从未向杨子表露过自己的真实情感，但她的存在却让杨子深刻体会到自己并非完全失去了一切。张希的宽容、理解和支持，使得杨子逐渐找回了过去失去的自我。他开始明白，生活并非只有一个选择，自己仍然有能力掌控未来。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但至少他不再感到无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杨子意识到他和张希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虽然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无法轻易地依赖他，但内心深处，他开始渴望张希能够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她不再是那个在婚姻中迷失自我的女人，而是一个敢于面对自己过去并勇敢迎接未来的女性。张希的支持成为她逐步走向独立的重要力量。尽管她不确定这段关系是否会继续发展，但她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为了他人而失去自我的人。与李泽明的会面后，杨子终于清楚地意识到，他已经不再属于这个家庭。李泽明的冷漠和拒绝让他彻底放下了这段婚姻。尽管他依然对孩子们抱有强烈的责任感，但他不再将李泽明作为自己人生的重心。他知道自己必须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在一段无法修复的婚姻中徘徊。杨子的经历是许多现代女性在面对婚姻危机时的真实写照。
他从一开始的失落、痛苦和挣扎，到逐渐重新找回自我，并在不断的尝试中勇敢地走出困境。这不仅是一个关于婚姻和背叛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自我认知、责任与选择的深刻反思。杨子从一个依赖丈夫的家庭主妇成长为一个敢于为自己和孩子争取更好生活的独立女性，展现了现代女性在困境中的坚韧和成长。在这个故事中，杨子不仅经历了情感上的背叛和婚姻的破裂，她还从中找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力量。她学会了在困境中自我疗愈，学会了如何在责任和爱之间找到平衡。尽管她并未最终选择依赖张希，而是保持了理智和独立，但张希的存在让她明白了自己并非孤单无助，她有能力选择并走向未来。杨子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中的选择并不总是容易的，但在困境中，我们必须学会如何放下过去，拥抱新的可能性。每一个经历过情感创伤的人都会有一个漫长的治愈过程，但只有勇敢地走下去，才能迎接属于自己的未来。无论是婚姻中的背叛，还是亲密关系中的痛苦，每个人都能在伤痛中成长。杨子的成长之路，正是一个普通女性如何在生活的重压下找到自我，重新开始，最终走向幸福与自我实现的过程。这个故事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女性如何在面对失望时不放弃自己，更展现了她如何用勇气与决心去开创属于自己的未来。最终，杨子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希望、决断与勇气的故事。它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困境中找到出路，重要的是不放弃对自己未来的信心。无论生活多么不公平，前方的道路始终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光明与希望。